也给多了。注意看，日本伪娘破口怒骂中国选手不行，结果被中国小伙怒扇巴掌。是什么让中国小伙如此愤怒？此人就是日本双冠王者长岛雄一郎，实力恐怖，38战全胜，从无败绩。曾在开局仅10秒之后，飞膝爆头战胜日本国宝拳王青木真也。甚至还在一场比赛当中一脚踹飞800斤美国巨兽鲍勃萨普。然而他强悍的实力之下，其实隐藏着肮脏的内心，因为他的日本父母从小喜欢女孩，导致他自幼就憧憬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，所以每一次的出场都让人直呼辣眼。穿着可爱的小裙子蹦蹦跳跳只是常态，甚至还穿着吊带裤出现在和中国选手的比赛当中。然而他最让人咬牙切齿的事情，还要数一次媒体前对中国勇士的嘲讽。听说中国有个叫邱建良的很厉害，其实在我看来，笨蛋的中国人简直自不量力。中国功夫都是花拳绣腿不开一击。接下来我会用空手道证明日本功夫才是亚洲第一。我操！这种赤裸裸的嘲讽让邱建良怒不可遏。此时的他征战国际擂台战无不胜，他拳如重炮，一拳一个震天响。他腿如寒戟，一脚就能让对手进入梦乡。在发布会表达自己必胜信心之后，终于迎来了这场注定被载入史册的中日对抗。话不多说，一起进入比赛当中。红色全套的就是坦克邱建良，蓝色全套染着黄毛的就是日本伪娘长岛雄一郎。经验上来说，两人都很足。因为这几次的比赛呢，有幸跟邱建良一起解说嘛，也经常跟他聊他的比赛的战术。他的比赛战术更多的是掌控在这个心理上，要猜对方要做什么，转身后的连续的神龙摆尾压迫感十足。这是一场邱建良5年前的比赛，当时的邱建良横扫日韩擂台战无敌手，纵使日本拳王的人选不断更新换代，可邱建良却总能把他们通通斩于马下。赛前日方媒体嘲讽邱建良挑战长岛雄一郎是自不量力，殊不知我华夏大帝卧虎藏龙，战胜一个小的日本伪娘还不是手到擒来。但与此同时，邱建良却仍旧不敢掉以轻心，只因对手狗屁膏药式的打法实在罕见。裁判警告了。看对手是充分利用自己臂展的优势，两个人臂展差的是4厘米。邱建良应该是打中了日本伪娘的后脑，此前的几次神龙摆尾让日本伪娘有些吃不消，所以他开始转攻为守。现在的规则的执行其实没有像 Crush 和 K1 就完全不允许缠抱的这样。哇，刚才后建良这个后手还是打着了，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。转身后摆。其实长岛雄一郎在日本的爆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只因这个长岛雄一郎明白日本人心中的肮脏不堪，他们向往却没有勇气做一些变态至极的举动，所以不管长岛雄一郎穿女装还是在比赛前恶意嘲讽我们，说白了都是小鬼子自欺欺人的做法。只因我们的祖国已经日益强大，在擂台中更是像爸爸教训儿子一样把他们吊打，所以他们只能通过羞辱他人愉悦自己，而这种行为又和原始人有什么区别呢？还真是够远。好，就这样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接。这两天一上来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。这边对左板应该是滑倒了，滑倒了。长岛雄一郎急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眼看百拳被堵，竟敢违规使用断头台锁脖邱建良。要知道赛前是长岛雄一郎选择的踢拳规则，可比赛中却使用出了综合格斗的技能，看来还真是小垃圾你玩不起。两脚后摆，这边很聪明啊，打起来，前后手。对，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，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。铃声响起，回合结束。第一回合中，邱建良的进攻可谓变化多端，就看他第二回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了。往里进了，长岛开始贴在身上，长岛最擅长的这个技术，充分利用比赛的规则啊，对，贴进去。邱建良这边呢也是。眼看打也打不过，防也防不住，长岛雄一郎除了搂抱之外别无他法。虽说他的比赛经验十分丰富，但却无法弥补气势上的衰败。用时髦点的话来说，长岛雄一郎此时到心都破了，只想赶紧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打到
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。前后手，漂亮！人家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。长岛雄一郎击打后脑被裁判警告，未曾想这一下把邱建良给打兴奋了，就像打通了身体的任督二脉，挥舞着拳头就开始了新一轮的厮杀。好的低扫。邱建良的这个挂高扫啊，这个很擅长这个。对，刚才平勾，然后得到一个摆拳，漂亮。在绝对速度上呢，邱建良快，邱建良肯定要快，还爆发力更强。长岛看这肌肉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程度，对，是那种黏。邱建良仿佛并不着急 KO 对手，而是享受擂台上戏耍的过程，双臂前推进，直接将其推倒在地，可以说伤害不高，侮辱性极强。哇！转身后摆，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。如果是后脚跟的话，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。上勾，长岛。比赛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，邱建良收紧报价，进攻严密，拳拳到肉，十分过瘾。不得不说，长岛雄一郎这个日本双冠王有2把刷子，可在邱建良面前绝对掏不出第3把，只因邱建良早已蓄势待发，4击 KO 这个日本伪娘。后手拳把长岛拉倒了。大波打漂亮！目前双方互有命中，虽说邱建良占据优势，可最终到底鹿死谁手还不得而知。老铁们一起为邱建良加油，为中国力量加油！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，全力往前突了。倒地，铃声响起，回合结束。这一回合中，邱建良腿如寒戟，招招致命，无奈长岛雄一郎脖子更啾啾没踢断。接下来开启至关重要的第3回合。很有战术性。是。长岛雄一郎的目的很简单，那就是 KO 邱建良，挽回日本拳王的颜面。殊不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反被邱建良险些击倒在地。你都以为长岛要爆摔，长岛刚刚也想这样做。前刺顶开了邱建良，后手打到刚才啊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，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。对。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，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。邱建良高扫被接腿摔，日本伪娘竟想踹头偷袭，简直是不知好歹。殊不知正是长岛雄一郎此番举动暴露了狼子野心，瞬间激怒邱建良，开启坦克模式。好的，前手啊，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变。展示的后蹬，后手前手打退了，后手拳漂亮，左摆右摆，连续的进攻，我们看，那长岛这边啊，抗击打能力真的很可以啊。好的，漂亮，打的。恭喜邱建良乱拳干翻了嚣张的日本伪娘拳王。长岛雄一郎不自量力向裁判说自己还能再战， KO 瞬间转瞬即逝，慢动作看下发生了什么。邱建良摇闪躲避，随后摆拳连续出击，在厮杀中重拳命中了长岛雄一郎的下巴，碾压之姿赢得了这场比赛。老铁们认为邱建良打得精彩吗？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